你爸爸是被人举报的。知道你爸爸和鹏坤基金关系的，仅限于 DL 公司的几个合伙人。DL 公司有内鬼。你还记得吗？你爸以前说，陷害他的人很可能就是 DL 内鬼。这个人一天不查出来，我心里一天不踏实。你还见什么？刚才我看见元素来找舒淇。元素？这有一封美国月子中心发来的邮件，好像是通知舒总说他儿子的中国旅行正办。元素？梁文辉是谁啊？舒总电脑里存了很多有关这个人的新闻，他和城堡地产的关系好像很密切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舒淇，梁文辉老婆。当时出事以后，你们城堡地产的危机公关公司是哪个？就是你们 DL 公司啊。喂，我是元素。袁总怎么想起给我打电话了？我们见个面吧。好啊。任总有何指教？我要说，能帮上江远鹏，你有兴趣了吧？来杯咖啡。不必了，说正事。魏哲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跟你比，谭新凯确实差远了。这回是我看走眼了。不是你看走了眼，是你走错了路。什么是错的路？无论崎岖坎坷，只要最终能够达到目的，那就是成功的路。所以你会不择手段。换个词儿，也叫竞争。你说你能帮到江远鹏，什么意思啊？如果我要能帮江远鹏洗清了嫌疑，你能给我什么好处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要你和小力士一起撤诉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魏哲，你想清楚了。就算我输掉了官司，大不了我就被判3年，有可能还是2年。但是江远鹏就不一样了，1.5个亿，他要是进去了，恐怕这辈子就出不来了。他好歹也是你的准岳父，你就算尽尽孝心，这笔买卖你划算。那你拿什么能证明江远鹏是清白的呢？我有证据。你有证据，为什么不早说呢？我就怕有那么一天，这不，果然派上用场了。我怎么相信你？那我告诉你，举报江远鹏的人是我。那1.5个亿的确是杜少坤通过分散投资到10几家空壳公司的方式赚走的，但是江远鹏对此一无所知，而我手里的证据能证明这一点。什么证据啊？是舒淇拿给你的那份能证明鹏坤基金有问题的财务报告吗？我非常想知道，舒淇为什么会和你联手？你的这盘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布的局？是城堡地产出事以后，还是梁文辉自杀以后？
你查到的还真不少。你还知道些什么？你明知道江远鹏是无辜的，为什么还要举报他？你故意把经侦调查的方向引到了江远鹏身上。他到底对你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你非要置他于死地呢？这个江远鹏自己清楚。你的推理不错，但你有证据吗？我有证据。只有我能证明江远鹏的清白。你就告诉我，这笔买卖做还是不做？不做。因为我相信法律是公正的，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咱们法庭上见。喂，喂，抒情的事情你查的怎么样了？刚找到点头绪，但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弄清楚。他刚才跟我请年假。他要请年假？对，一般年假最少要24天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先别着急，再给我点时间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快点回家，你爸爸回来了。你把我约到这儿来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最近我一直在调查抒情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怀疑他和元素有勾结，而且和举报江远鹏的事有关。
我打算去自首。您说什么？琳琳，不急，听你爸爸把话说完。我见到杜少坤，他也承认，瞒着我爸1.5亿的资金，通过分散投资给空壳公司的方式转移到海外他自己的账户。但是无论我怎么苦口婆心的劝他，他就是不肯回来自首。我报了案，承担了我自己的责任。爸，挪用资金的事情是他干的，钱又没有到您的腰包里，您承担什么责任啊？是，我是没有挪用资金，但是我是鹏坤基金的联合创始人，我有监督责任。再说，很多人都是冲着我才把钱投进来的，损失太大了，我得对他们有个交代。琳琳，不说这件事儿了，你爸爸应该去自首。只是他在自首之前，想要见一个人。你让我怎么相信你说的话是真的？你在民事公关工作了这么长时间，袁素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品行如何，你应该很清楚。而且你比我更了解舒晴。我不相信舒晴和袁素有什么特殊的关系。但如果真的她无缘无故的跟袁素勾结在一起，你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呢？如果这一切不弄清楚，那舒晴永远就是个谜。你这么爱她，你愿意永远和一个谜生活在一起吗？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他和梁文辉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他究竟对你隐藏了什么？我相信，这一切的答案不只是我想要的，也是你想要的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现在手上有一些零散的证据，还不能穿成一条证据链。袁素说他手上有证据，能够证明江远鹏是亲来的。如果这个证据真实存在的话，我推测，应该是舒晴提供给他的。你想让我去劝舒晴，让他把这份证据交出来？是的，江远鹏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？舒晴到底是不是被利用了？幕后的黑手到底是不是袁素？我希望尽早真相大白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你能来我家一趟吗？怎么了？我爸回来了，他说他想见你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度个假。还回来吗？果然被魏哲说中了。你真的要走？魏哲还跟你说了什么？他跟我说了很多，但是我不相信。我只想听你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。
今天请你来，是要当面感谢你。谢谢你照顾玲玲，帮我保住了DL。姜老师，您太客气了。DL 是您的心血，也是我们公关行业的一面旗帜，所以我是不会看着它倒下去的。江达林，与其说是我照顾他，不如说是他帮助了我。看来我还要继续把玲玲和DL托付给你。您真的要去自首？其实能证明您清白的，不止杜少坤一个人。什么意思？我一直在调查这件事情。您知道是谁举报的您吗？民事公关的元素。我想到了，但他还有个帮手，您可能还没有想到。帮手？您的手下舒琴。没错，是我将彭坤基金的财务报告交给元素，让他去举报江远鹏的。因为我从一开始进迪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这一天。你做的这一切，都是因为梁文辉吗？文辉他不是畏罪自杀，他是被江远鹏害死的。他生前跟我说过，那个楼的质量有问题，他向上面反映过很多次，但都被压了下来。直到楼塌了，他们伪造了质检报告上文辉的签名，还买通了承建商一起污蔑文辉收受贿赂，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在他身上，让他去当替罪羊，最终逼得他跳楼自杀。而这一切的主谋，就是江远鹏。当年城堡地产确实将公关业务交给了 DL， 可你说的这一切，并不像江远鹏做事的风格。因为你们都被他骗了，他就是一个为了利益不择手段的伪君子。要不是因为他，文辉不会自杀，乐乐也不会还没有出生就没了父亲。所以我要报复，我要让他为他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代价。那你就陷害他。你明明知道江远鹏没有挪用资金，你却任由元素去举报他。比起他对文辉做的事情，我做这些又算得了什么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这么做和那些陷害梁文辉的人有什么区别？关于梁文辉，您还有印象吗？当然，他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年轻人。那他畏罪自杀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说来话长，3年前，城堡地产的一个在建楼盘突然垮塌了，在事故的调查当中，突然又爆出了工程监理师梁文辉受贿的事儿。在舆论的压力下，他畏罪自杀了。那您知道梁文辉的妻子是谁吗？就是舒琴。当时您是城堡地产的公关顾问，所以舒琴有理由怀疑，是您策划了对梁文辉的栽赃和陷害，最终导致了他畏罪自杀。所以，他要和元素联手来报复我。应该是这样。但是奇怪的是，我查到舒琴手上居然掌握了彭坤基金的财务报告。那他是怎么得到的呢？
好有份文件需要您签字，我看您这儿挺乱的，我就帮您收拾了一下。你最近干得不错，短短的时间里就拿下了2个大单，好好干，但是也别太辛苦了。谢谢您的鼓励，也谢谢您的关心。也许是我疏忽了。姜老师，我得离开一会儿。我很快就回来。我明白，你特别想替梁文辉讨回这个公道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万一事实不是元素说的那样？你想说什么？当年 DL 和明世竞争过城堡地产这个客户，最终江远鹏赢了。为此，元素一直耿耿于怀。我清楚地记得，3年前城堡地产出事之后，元素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，让我连夜给城堡地产制定一套危机公关方案。我当时也很奇怪，这件事情本应该由 DL 的人来做，为什么找到了明世？我和元素共事这么多年，我知道他是一个无利不起早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情之后，城堡地产却成了明世的客户，这里面难道没问题吗？我听你说了梁文辉被陷害的全部过程，加上我说的这些事情，你不觉得这更像是元素的手笔吗？舒晴，你冷静地想一想，你心里也不确定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不知道。让我们一起找出真相，还梁文辉一个公道，也给你一个交代。你知道我对你的感情，无论真相是什么，我们一起面对。怎么样？想通了？咱们的生意可以成交了吧？想通了，我永远不会跟你做生意。3年前，接替江远鹏为城堡地产做危机公关的人是你吧？伪造签字，收买承建方，然后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梁文辉，最终导致他自杀身亡的人，也是你吧？你不用回答我，
我从你的表情里已经看到了答案。你逼死了梁文辉，然后把一切又栽赃给了江远鹏，然后欺骗舒晴作为你打击江远鹏的棋子，这都是你干的吧？江总，我们来没有别的意思。舒晴就是想知道，梁文辉到底是怎么死的，而你在中间又是什么样的角色？原谅我们的冒昧。理解。你们等一下。事故发生之前，我找梁文辉了解情况，他给了我这个，你们看看。梁文辉发现楼盘质量有问题，他就偷偷找了当时的施工人员了解情况。这个上面清楚地记录了承建商当时让工人们偷工减料，缩短工期。很可惜，这些东西没有派上用场。就出事儿了。我丈夫他为什么要给你这些？他信任我。我们当时还商量好，由他出面去收集证据，而我去说服城堡集团。当时我们是不受欢迎的人，所以我后来就被城堡地产的高总踢出了局，而梁文辉他很遗憾。既然他信任你，你有了解真相，为什么当时有人说他受贿的时候，你不站出来给他作证呢？我有我的苦衷。你知道，我们公关是有行规的，我们都跟当事人签订了保密协议。还有，接替我的是民事公关，尽管中间疑点很多，但是后来的事情都是他们在处理，我不知情，我手里没证据。我知道，光凭这些，光凭我这么说，你们是不会相信。你们听听这个，江总，他们逼我说假话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谢谢你愿意一直相信我，我恐怕等不到真相澄清的那一天了。江总，他们逼我说假话，我真的撑不住了。谢谢你愿意一直相信我。我恐怕等不到真相澄清的那一天了。哪儿来的？这是你丈夫在出事之前给我发的最后一条语音信息。请相信我，我从来没有陷害过梁文辉。江总，从我今天哦，
就冻结不准。我曾经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情。我是干了很多卑鄙的事情，但是江远鹏就干净了。这么多年，明氏和 DL 你争我夺，他江远鹏在背后使了多少阴招？他敢说每次赢的都心安理得吗？我呸！我每次看到他道貌岸然的样子，我就恶心。这就是你所说的竞争，没有底线的搞垮竞争对手，不惜把他送进大牢，甚至于逼出人命。不用你教训我，年轻人。不要以为他们说你是公关之神，你就是神了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不用你教我怎么做人，也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是道德。我要是你，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让小力士尽快撤诉，否则，江远鹏永远没有回头之日。元素，我今天来，就是想诚心诚意的劝你，如果你手上真有证据，希望你能拿出来，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赶紧帮江远鹏洗清嫌疑，这样也能减轻你的罪过。你要这么说，那我只能抱着江远鹏一起死了，看谁死得惨。魏哲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舒晴答应把录音交出来了，我爸爸是清白的。听见了吗？这就是报应。你相信报应吗？以前我不相信，但现在我信了。你说的对，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神。甚至我一度还在困扰，我们作为公关人，到底坚守的信念应该是什么？现在我找到答案，那就是良心、道德。一个丧失了良心和道德的公关人，是这个行业的耻辱。就像你。你说的那个证据，应该就是舒晴手上的那份录音吧？正好，这回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。3年前，梁文辉被逼自杀身亡；几个月前，江远鹏遭到陷害，离家出走；还有最近。你是怎么叫人来栽赃陷害我的？这些账我会一笔一笔的给你算清楚。该还的债，你一笔都逃不掉。袁素因诽谤罪被当事人起诉。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因诬告陷害罪和损害商业信誉罪被提起公诉，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同时，检察机关对梁文辉受贿案和陈宝地产楼盘坍塌案重新展开调查。江远鹏因在调查期间无故失踪，不配合警方办案，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后期积极配合调查，经查实，并无利用职权非法挪用资金的行为，
最终未被追究刑事责任。杜少坤企图逃往境外，在深圳海关被捕。彭坤案正在调查审理之中。干杯！我们有几件事情要宣布。第一件事，我的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公证好了，明天就到你公司去办手续。琳琳，都是你的了。妈。第二件事情，从今天起我正式退休了。第三件事，我们已经买好了船票，下周3从上海出发，我们准备周游世界去。爸妈，你们玩真的呀？别闹了，公司本来就是您的，大家都在等着您回去主持大局呢。我这个总裁可是当够了，我也当不好。你不想当是吧？嗯，那好啊，你做做他的工作。刚我爸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吧？回来吧，你来做总裁，我给你当助手。无论做我的合伙人，还是做我的男朋友，我都需要你。外面找我的人多了，我干嘛要答应你呀？因为我够有诚意啊。公章你都随身携带，你是皮包公司啊？这个条件够诱人吗？不够。我说过的我都做到了，保护你，守住 DL， 帮你爸爸洗清罪名。你答应我的是不是也该兑现了？我答应什么呀？嫁给我吧。10月1号是个好日子，我要娶你。我想有个家。这比当总裁重要。